眼见隔壁超市正在翻新装修，房东大姐嚣张地坐地起价：“曹老板，我才要你1年100万租金，外加我弟弟妹妹的几个工作而已。你这么大一间超市，进货、装修、人工这些都是避免不了的开支，你搬到哪去也省不下来。相比之下，租金才是最小的一项。人要赚大钱，就不能拘泥于眼前那点小利，这点道理你不会不懂吧？”房东大姐仗着曹老板已经砸进去了不少，租金提出翻倍，可她忘了隔壁邻居的我刚巧有比她更大的地方要出租。果然，恼羞成怒下，超市老板找上了我：“哥，你家的房子出租吗？80万1年，租不租？”我微微一笑：“当然，想租多久都行，全都给我停下，听见没有？那个锯板子的，赶紧把你那破玩意给我关了，信不信我给你砸了？那个焊架子的，耳朵聋了，没听见让你停下？想晃瞎老娘的眼吗？你们是干什么的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”我正在自家门口贴招租广告，忽然听到隔壁闹了起来，好奇的走过去一看，邻居葛小丽正双手叉腰站在大门口发慈悲呢。“大姐，我们是老板雇来装修的，有啥事你联系老板，别为难我们这些干活的。”一个包工头模样的男人陪着笑脸对葛小丽说道：“谁是你大姐？看你穿的破破烂烂，一脸穷酸样，少跟我套近乎。”葛小丽满脸嫌弃的捂着鼻子往后退了2步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葛小丽这女人还真是头发长见识短，见人家穿的不好就嘲讽人家是穷鬼，也不看看门口停着的那辆车都不是她能买得起的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以貌取人？还有，这房子是我的，我不管什么老板不老板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们不许开工，不然小心我砸了你们吃饭的家伙。见包工头不说话，葛小丽还以为人家怕了他，跋扈的放起了狠话：“行行行，你不用跟我这种穷人喊，我去联系雇我的人，你们自己沟通。”包工头也没了好脸色，掏出手机走到一边去打电话了。很快，一辆大奔开来停在路边，从车上下来一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。曹天龙经营着我们县里最大的一家超市。小丽姐，什么情况？怎么还不让装修了？曹天龙夹着包走过来，笑着问道：“你要装修，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？征求我的同意了吗？又是砌墙，又是做吊顶的，看看这墙上打了多少个眼，把墙弄塌了怎么办？好好的门面让你造成这样，不是你的房子，你不心疼啊？”葛小丽对曹天龙也同样没有好脸色，一见面就兴师问罪。我都觉得他像是故意找事了，装修又不是拆迁，还能把房子拆了？再说他家的门面还没租给曹天龙的时候，除了4面墙和一个屋顶，什么都没有，他是怎么好意思嫌弃人家装修的？小丽姐，咱们不是说好了，租了你的房子，怎么装修我看着办。再说我找来的工人师傅都是专业的，肯定不会对房子造成破坏的。刚租你家门面大装修的时候，连墙都砸了你也没说什么，怎么这次就不行了？这超市都开了几年了，现在还在租期内，我想翻修一下也不需要跟你请示吧？曹天龙愣了一下，也有点不高兴了。装修没问题，但房子是我的，你连声招呼都不打就动工，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？葛小丽双臂往胸前一抱，仰着下巴说道：“不过今天我找你也不是为这件事儿。当初你租房子时，咱们谈好的租金是1年40万，可你这超市都开了5年了，租金是不是也该涨了？”看到葛小丽，我就眉头一皱。作为他的邻居，可以说曹天龙是倒了8辈子霉。门面租给曹天龙开以后，这超市几乎就成了他家的仓库，仗着自己是房东，每周总要零元购几回。大到大米白面，小到咸盐糖块，不管能不能用得着，进去后从不空手出来。一开始那些收银员还拦着让他交钱，他指着人家的鼻子就骂，让人家去问问曹天龙敢不敢收自己的钱。那嚣张的模样比老板娘还厉害。而且葛小丽不光自己拿，还带着自家的7姑6婆亲戚朋友来，东西随便挑，钱1分不给。曹天龙名下不止这家超市，生意做得不小，做大生意的人格局自然不会小。虽然他也很不满葛小丽这种白吃白拿，用自己的超市做人情的行为，可也不愿撕破脸。毕竟是房东砸进去好几百万开起来的超市，真要把关系闹僵了也不好。索性吩咐超市里的员工，葛小丽爱拿什么拿什么，不要收他的钱，做好记录就行。反正这么大一个超市，葛小丽也搬不空，曹天龙也不至于小气到被占这点便宜就心疼。不过曹天龙为了恶心葛小丽，专门打印出她的照片贴在每个收银台旁边，注明此人是房东，不收他的钱。对此葛小丽毫不在乎，依旧我行我素。我们这些邻居都在背后开玩笑，说曹天龙幸亏开的是超市，要是金店的话，一天就得被葛小丽搬空了。我的错，小丽姐，这事是我疏忽了。小丽姐，你要想涨房租，咱们可以谈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没必要拦着不让我装修吧。我手头还有点事要去处理，等忙完了，晚上我请你吃顿饭，顺便谈谈这事，你看行不行？
曹天龙没有表现出意外的反应，就好像他早就料到葛小丽会给他涨房租一样。葛小丽想涨房租，曹天龙也接受，甚至还承诺晚上请吃饭谈涨租的事。按道理来讲，事情到这一步就该结束了。可葛小丽是什么人？别人给她台阶她也不会走，非要自己跳下来。请吃饭是应该的，我把房子租给你5年，吃你顿饭算什么？不过房租的事也不用等到晚上谈了，现在谈清楚最好。葛小丽翻了下白眼，理直气壮地说道。这话连我这个旁人都听不去了，说的好像曹天龙白租他的房子一样。行行行，你说。曹天龙有些不耐烦地抬腕看了眼手表，100万。葛小丽竖起一根手指，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。多少？曹天龙一怔，不可思议地问道。100万1年。葛小丽又重复了一遍。曹天龙震惊地瞪大了眼睛。小丽姐，你跟我开玩笑呢吧？100万，哪有这样的行情？曹天龙有些恼火地问道。也不怪他失态，这事换成是谁也淡定不了。要是葛小丽想涨个10万8万，估计曹天龙眼也不眨就同意了。可这一开口就是100万，翻倍还出头。我没那闲心跟你开玩笑，行情不都人定的？这几年超市的生意这么好，这点钱也算不上什么吧？按理说这房租应该是1年1涨的，咱们一下签了5年的合同，我也不好说什么。现在眼瞅着5年就要到了，涨到100万，于情于理也说得过去吧？葛小丽笑笑，说的那叫一个理直气壮。可你也涨得太多了，咱们县里哪有100万1年的房子？就你这上下2层，不值。曹天龙直接摇头，确实不值。我的门面也是上下2层，而且面积比葛小丽的大了1倍，最多的时候1年租金只有53万，我涨了不就有了？再说值不值，那也得分对谁。超市生意这么好，跟地理位置也有关系吧？商业街的临街铺面，上下2层，还是黄金地段，全县也挑不出几个比我家好的。再说，你1年靠这超市挣多少钱？也不差多几10万的房租吧？葛小丽又说道，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，超市的生意好，赚得多就应该多给他交房租。你要这么说话，那咱们就没法谈了。涨房租我没意见，可也没见过这么涨的，生意再好也经不起这么折腾。这样吧，不是还有1个月到期吗？我也不装修了，你抓紧时间联系新租客吧。我还有事要忙，不多说了。曹天龙也没了耐心，摆摆手就准备离开。葛小丽一愣，她以为自己可以随意拿捏曹天龙，没想到对方的态度转变得这么快，甚至都没有讨价还价，直接就说不租了。你这么大个老板，怎么一点耐心都没有？听我把话说完呀！眼见曹天龙都要上车了，葛小丽才回过神来，追上去拦住他。你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都挺忙的，就别耽误大家的时间了。曹天龙还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。就在我以为曹天龙是想趁机反拿捏葛小丽，把租金价格稳住的时候，接下来的发展让我怀疑这个世界是不是疯了，否则怎么会有葛小丽这么奇葩的人？你再忙也不至于连这点时间都没有吧？听我给你算笔账，这么大一间超市，进货、装修、人工，这些都是避免不了的开支，你搬到哪去也省不下来，相比之下，租金才是最小的一项。你在这开了5年超市，不管地面还是人头都熟，顾客也都知道超市在这个地方，要是突然换了地方，别人上哪找去？你总不能挨个打电话去通知吧？来回一耽搁，你损失的更多不是？再说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你生意做不下去倒闭了，对你曹大老板的声誉也有影响不是？人要赚大钱，就不能拘泥于眼前那点小利，这点道理你不会不懂吧？葛小丽装模作样的给曹天龙讲起道理来了。尽管葛小丽有胡扯的嫌疑，但有一点不得不承认，她说对了，超市的位置的确很重要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全县60%以上的人都来这里买过东西。曹天龙的超市在这里开了5年，最大的主顾都是回头客，他们知道超市在哪，也习惯来这个地方消费。如果突然换了位置，就会让很多人默认这家超市已经关门了，转而去其他地方购物。毕竟超市里卖的东西并不是独一份的，曹天龙家卖的，别人家也能买到。换了新地址，就意味着要重新搭建顾客网络，算上选址和装修，需要的时间成本可是很大的。不然曹天龙也不会选择在销售淡季加班加点装修，多停业1天就少赚1天的钱。以超市目前的营业额来说，换了新地方的确会造成很大的损失。相比之下，葛小丽要求上涨的房租反倒算不上什么了。估计葛小丽也是想到了这一点，才敢肆无忌惮提出这么离谱的租金。曹天龙沉默了，显然他也明白葛小丽说的有道理，站在车旁皱着眉头一声不吭。葛小丽也不说话，就那么静静的等着，很有自信的样子。100万太多，我给你加10万，1年50万。犹豫片刻后，曹天龙做出了让步，主动提出把房租上涨到50万。葛小丽笑着不说话。60万，
不能再多了。曹天龙咬咬牙，又加了10万。葛小丽还是笑而不语。你给个准数，最低多少？100万，我肯定不能接受。几分钟后，曹天龙再次说道：各退一步，80万，不能再低了。葛小丽报出了新价格，我听得直嘬牙花子，80万，这也是翻了1倍啊！太高了，我考虑考虑。曹天龙犹豫了一下，没有答应，也没有拒绝。到底是大老板，要是换做我，没准已经破口大骂了。这还有什么可考虑的？20万你几天就赚出来了，咱们就这么说定了，约个时间把合同签一下。葛小丽就跟没听懂似的，直接替曹天龙做主了。曹天龙满脸无奈地站在那，一副有些问候不好说出口的表情。另外，我还有几个条件。不等曹天龙开口，葛小丽又说道：还有。曹天龙一怔，他以为80万已经是极限了，没想到只是起点。之前咱们一次签了5年的合同，这个得改一改，从今年开始1年1签。我再给你份名单，每周1、3、5米面菜肉，2、4、6水果零食，礼拜天送点酒水饮料，东西都写在上边了，你派人按地址送货上门。还有，我妹妹妹夫现在没工作，你把他们安排到超市里，我妹妹管钱，我妹夫当个店长就行，工资不能少了。另外，我买了套新房，还没来得及装修，你这正好有装修工人，把我那套房子一起装了，要精装，可不能偷工减料，家具家电这些都要大品牌的。葛小丽说着，递给曹天龙一张纸。我都惊呆了，好家伙，这是真敢要啊！葛小丽，你疯了吧？我只是租你家的房子，又不欠你的，抢劫也没你这么狠的吧？曹天龙一把拍在车顶上，脸色变得铁青，明显是被气到了。反正你要想继续租我家的房子，这些条件都得答应，我是房东，我说了算。你不是要考虑吗？给你1天时间，明天天黑前答复我，行就直接签合同，不行也别装修了。不过我劝你不要因为一点小利吃了大亏，这点钱对你来说算不上什么，指头缝里随便漏一点都绰绰有余，你说是吧？面对曹天龙的愤怒，葛小丽不以为然，甚至还暗带威胁地提醒他。曹天龙一声不吭上车离开，听那油门的动静就知道气得不轻。看什么看？老板都走了，你们还在这待着干嘛？小心干完活拿不到工钱。葛小丽又冲着那帮装修工人训斥道。被他这么一折腾，也的确没办法继续干活了，工人们只能无奈散场。抠抠搜搜的，一个大老板连这点钱都舍不得，什么人啊？葛小丽又冲站在一旁的我吐槽道。我也只是笑笑，在心里暗自腹诽，究竟是谁给他的脸，敢好意思这么嚣张的？不过他这胃口还真是不小。房租翻倍，合同1年1签，这不就摆明了告诉曹天龙，等到明年房租还会上涨。送货上门的操作更是让我刷新3观，看来葛小丽已经懒得自己去超市拿东西了，张开嘴等着曹天龙给他喂了。至于还要让曹天龙给他妹妹妹夫安排工作，一个管财务，一个当经理，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不可能提出这种要求来。不过这是人家自己的事，愿不愿意曹天龙自己会做决定，轮不到我说什么。到了晚上，突然有人给我打电话。大哥，我是曹天龙。接通后，电话里传来了曹天龙的声音。曹老板，你找我有事？我有些意外地问道。我在超市门口，你方便吗？咱们见一面，有点事跟你谈。电话那头，曹天龙的语气有些着急。行，你稍等一会儿，我这就过去。我隐约猜到了什么，挂断电话后，骑上电瓶车就赶了过去。远远地看到超市门口停着曹天龙那辆大奔，半开的车窗里不时有烟雾飘出。曹老板，你找我？见我到了，曹天龙立刻推开车门下车，跟我握了握手。大哥，你家的房子出租吗？没等我把话说完，曹天龙就指着超市隔壁我家的门面问道。当然。我愣了一下，点点头。租给我多少钱？曹天龙迫不及待地问道。他的话也证实了我的猜想。你看多少钱合适？我按捺住心中的激动，不动声色问道。我的门面已经空了快3个月了，如果曹天龙愿意租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80万，你觉得行吗？曹天龙很爽快地开了价。当然，想租多久都行，租金不变。我笑着点点头，再次和曹天龙握手。以前我们住的这块地方还不是繁华地带，只是县城所属的一个小镇子，我和葛小丽家是紧挨着的邻居。因为我家祖祖辈辈就住在这，再加上以前地势偏僻，家里的宅基地面积很大，有2亩多地。后来城区规划开发，在家门前修了条路，打造商业中心。因为我们的房子都是在自家的宅基地上盖的平房，外观不是那么高端大气上档次。一开始县里想让我们搬迁，不过没有开发商，拿不出拆迁款，后来就给了些补助，让我们把临街的房子修缮一下。当时我预见到了商机，除了政府给的补助外，把家里的积蓄也全都拿了出来，把院里的房子拆了，盖了一栋上下2层的门面房。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没错。
随着政府的大力开发，这条街彻底繁华起来，尤其是临街的门面，租金更是水涨船高。以前房子都是一个学期几百块钱租给那些进城上学的学生，几年的时间摇身一变，租金万元起步。新房盖好后，1楼就租给了一个开网吧的老板，1年租金30万；2楼租给一个开台球厅的老板，1年租金15万。在我们县城，1年有45万，算是妥妥的高收入了。葛小丽得知我家的门面房竟然能收这么多租金，可把她眼红坏了。很快就有样学样，把自家的院子推平盖门面房。他家盖的造型和我家一样，都是上下2层，不过他家的院子比较小，面积只有我家的1半。房子盖好了，可出租成了问题，普通的商户用不到这么大的门面。眼见房子没人租，葛小丽急坏了。过了差不多有半年，葛小丽盼星星盼月亮，总算盼来了一个做家电生意的老板。对方对葛小丽家门面的面积也挺满意，可是被租金吓到了。葛小丽开出的租金是1年45万，跟我家一样，可他光想着租金平等，就没考虑面积平不平等。谈了几回他也不松口，那个老板就打算放弃了，去别的地方找门面房。好不容易有人想租房子，这要是走了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等到下一个。毕竟是几10年的邻居了，我也不忍心看着葛小丽一家整天满大街贴招租启事，眼巴巴盼着租客上门，于是就给他出了个主意，让他把租金降低一点，哪怕10万块钱租出去，钱是能拿到自己手里的。开100万租不出去，那手里1分钱都拿不到。我是真的出于邻居交情才给他提的建议，哪曾想葛小丽有另一层理解，她觉得我就是眼红他家的房子小，却开出和我一样的租金，我心里不平衡，才故意找借口让他降低租金，少赚钱的，还经常在其他邻居们面前诋毁我，说我不安好心，见不得别人好。就这一次，我意识到这女人不是个好东西，从那以后也逐渐减少了和她的来往。不过她家的门面最终还是租给了那个家电老板，每年租金30万。倒不是葛小丽想通了愿意降租金，而是葛小丽的丈夫刘四海在外边欠了赌债，被追债的逼得没办法了，瞒着葛小丽偷偷联系那个家电老板，把房子租了，签了2年的合同，租金全拿去还赌债了。等葛小丽知道时，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，想反悔都晚了，气得她拿着擀面杖追着刘四海打了一条街，给邻居们增加了不少笑料。2年租期一满，葛小丽还想着要涨租金，结果那个家电老板先一步找上门来，人家觉得1年30万的租金太高了，想让她把租金降低一点，一个要涨一个想降，结果就是没谈拢。那个家电老板租期一到，直接就搬走了，然后葛小丽的门面就又回到了空置的情况，一空就空了1年多。期间倒是也有人想租，不过都被这45万的租金给劝退了。直到5年前，曹天龙找上门来想租门面开超市。葛小丽以前是在商场里卖货的，刘四海整天鬼混，连工作都没有，一家子上有老下有小，日子过得并不宽裕，手头拮据，再加上租客难觅，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葛小丽家的门面最终以40万1年的租金租给了曹天龙。合同签了5年，葛小丽到手200万，一下子就阔起来了，直接辞掉了原本在商场的工作，靠着租金开始享受生活。县城里也有超市，不过大多数都是挂着超市招牌的商店，比以前乡镇上的小卖部大点有限，进门一眼就能看到底。仅有的2家勉强能称为超市的，也都是200-300平米的规模，10几个货架2个收银台就已经很拥挤了。曹天龙开的是大型便利超市，上下2层1000多平米，覆盖了生鲜粮油五金日杂等等。虽然比不上城市里的那种连锁商超，但一开业就稳坐县城超市界一哥的位置。营业第1天就人流如潮，6个收银台都排满了长队。超市里人头攒动，比过年时的庙会还要拥挤。因为价格合理、质量过关，货物品种齐全，曹天龙的超市很快就在县城打响了名气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网红打卡地。有不少人哪怕横跨半个县城，也愿意来曹天龙的超市买东西，钱就跟流水一样，哗哗进账。这5年间，也不是没有人想过开家规模相当的超市来跟曹天龙竞争，不过结果都是生意惨淡，黯然离场。同样的生意，不同的人来做，结果也是不一样的。按理说，超市的生意好，作为房东，葛小丽应该替曹天龙高兴才对。可葛小丽不，她觉得自己亏了。40万1年的房租，比起曹天龙的收益简直微不足道。她想要更多，她也少在别人面前抱怨，说自己亏了，房子租给曹天龙，人家1年赚多少钱，她1年才收多少钱。话里话外，好像超市的生意火爆是因为她的缘故一样。当然，她的行为也没少被街坊邻居们吐槽，有些人是嫉妒，有些人是纯看不惯她的贪婪。这5年，葛小丽家的吃喝杂用基本就没花过钱，还用收来的房租在县城买了套楼房。如今5年租期还没到，葛小丽就迫不及待提出了涨租的要求。我也是房东，平心而论，想涨租的心情可以理解。
哪个房东不希望自己的房子租金高一点？而且随着这几年房价上涨，房屋租金也随之提高，涨一点也正常。可即使合情合理，总得有个度才是。泥菩萨还有3分火气呢，何况是人？那已经不是租房，而是欺负人了。虽然换地方开超市会影响客流，可如果这个新位置就在原来隔壁，那么影响几乎为零。我家2楼的台球厅半年前退租，1楼的网吧3个月前也关门了，房子正好空着。曹天龙给我开出80万的租金，虽然和葛小丽要的一样，但我的门店面积要比葛小丽家足足大了1倍。如果按面积算钱，和之前还是一样的。而且面积大了，超市也会更加宽敞，生意想必也会更好。唯一需要加大投入的就是装修的费用，这点钱曹天龙根本不在乎。最关键的是，我不会像葛小丽那样仗着房东的身份去占租客的便宜。我只收房租，不是我的东西我不碰，不符合规矩的要求我不提。曹天龙是带着诚意来，我们谈妥后当场就签了合同，我也把门面的钥匙给了他。第2天我专门过来看了一眼，昨天在葛小丽家装修的那帮师傅已经开始在我家动手装修了。看他们施工速度挺快的，估计用不了多久，新超市就会开张营业。期间我还看到了葛小丽，她看着超市紧锁的大门，眉头紧皱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，估计是在等曹天龙向她妥协，答应她的条件吧。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没过多久，曹天龙要租我家门面开超市的消息就传了出去。对于这件事，外界的观点很一致，新超市开在旧超市隔壁，面积增加了1倍，说明曹天龙的生意做得很好，要扩大经营了。曹天龙口碑在外，对于消费者来讲，他的超市开得越大，购物体验就越好。不过有人欢喜有人愁，葛小丽来找我了。曹天龙要租你家的房子？一见面，葛小丽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问道。我点点头，这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我是房东，愿意把自家的房子租给谁就租给谁，这是我的自由。同样，曹天龙愿意租谁家的房子也是他的自由。不行，你不准租给他！葛小丽顿时火冒3丈，瞪着眼冲我吼道：“为什么？”我反问道：“反正你就是不能租给他。”支支吾吾了半天，葛小丽也没说出个合理的理由来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我的房子租不租，租给谁？难道还得你同意才行？再说了，盖这门面房就是收租金的，我不租给曹天龙，谁给我租金？你给吗？我没好气地说道。那我不管，反正你不能租给曹天龙，他只能租我家的房子。葛小丽拉着个脸耍起了无赖。葛小丽，你这就不讲理了，人家愿意租我的，我也愿意租给他，这是两厢情愿的事，你在这胡搅蛮缠算怎么回事？合同我们已经签了，你要不想让我租，自己去找曹天龙谈，只要他答应，我没意见。你要跟我下命令，抱歉，我没义务听你的。我顿时就有些火了，还命令上我了，他以为他是谁啊？葛小丽既不懂事还不讲理，跟他我实在没什么好聊的。哥，我也是没办法呀，你就不能照顾我？我那一大家子，老的老小的小，刘四海又是个不靠谱的，全家人都指着这点房租过日子呢，我想多要点房租有错吗？你们不能看我是个女人就合起伙来欺负我吧？葛小丽一拍大腿，抹起了眼泪。我尼玛，还能不能要点脸了？葛小丽，我欠你的，凭什么要照顾你？刘四海是你男人，靠不靠谱是你们家的事，往别人身上扯算什么？说的好像我不让你们活了似的。你说话注意点，谁欺负你了？看你是个女人我已经够客气了，还蹬鼻子上脸了，有招想去，没招死去。我看你这2年真是饱饭吃多了，脑子里装的都是剩饭吧？对葛小丽的无赖嘴脸，我真是一点也受不了，直接甩手离开。本以为把话都说到这份上，葛小丽应该懂点事了，可没想到这女人根本不按常理出牌。第2天，我照常去店里看装修进度，我是房东，有些不能动的地方得随时跟那些装修师傅说清楚。没想到刚过来，就看到门口乌泱泱站了一片人，我还以为是出了什么事故，吓得连电瓶车钥匙都没顾上拔就跑了过去。葛小丽、刘四海、他妹妹妹夫、儿子外甥、婆婆，这一大家子人正在店里闹事呢，谁也不许动，谁动我跟他没完。刘四海拎着把菜刀，气势汹汹地冲着那些装修工人吼道：“那个包工头就差没把郁闷2个字刻在脑门上了，估计他也想不通，都换了地方了，怎么还有人闹事？想干点活就这么难吗？刘四海，你他妈拿把破刀叫唤什么？给你好脸了是吧？”我径直走过去，一脚踹在刘四海肚子上。要是换做别人手拿菜刀，我未必赶上，不过刘四海是例外，这货就是个嘴炮，打死他都不敢还手的那种。刘四海抱着肚子不敢吭声了，敢打我男人，老娘跟你拼了！葛小丽不干了，张牙舞爪冲我嚷道：“拼你奶奶个腿！再逼逼信不信我报警，把你们一家子都抓进去！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是我家，你敢闹事，
这就叫擅闯民宅，我打死你都不犯法。我指着葛小丽的鼻子训道：没法活了呀！葛小丽往地上一坐，撒起泼来。街坊邻居们都来看看啊！我家的门面租给曹天龙开超市5年了，一直好好的，他自己的门面租不出去，就想法子捣乱，把人撬走了。大家给我评评理，有他这么欺负人的吗？葛小丽冲门外那些街坊邻居哭诉道，想让他们主持公道。可他的为人大家心知肚明，就算是我真的撬走了他的租客，也没人愿意为他出头。不用管他们，你们该干活干活，别耽误了进度。我没有理会葛小丽，冲着包工头说道：行。包工头有些纠结地应了一声，招呼工人开始干活。都住手，住手！葛小丽也不顾上哭了，一咕噜爬起来，直接趴在了人家的台锯上。也幸好那工人师傅反应快，缩回来按开关的手，不然这一下子不死也得重伤。葛小丽，你他妈有完没完了？你要闹事吧？行！我气得一股火从脚底板直接窜到了天灵盖，愤愤地说道：葛小丽要在这里出了事，我也脱不了关系。这疯女人真是不要命了，再让她折腾下去，我这门面还怎么租给曹天龙开超市？就算我不需要承担责任，可以后谁还敢租我家的房子？喂，警局吗？我要报案，有人闯进我家闹事，阻挠！我直接打了报警电话。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了，附近的街坊邻居和经过的路人全都围了过来，比过年还热闹。门口挤得水泄不通，就连赶过来的警察也是连喊带挤才进来的。我简单把事情经过跟警察讲述了一遍，希望他们能把葛小丽一家子带走，不要影响这里装修。葛小丽一家严格意义上只能算捣乱，谈不上犯罪，警察执法有温度，也不能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，只能好言相劝。问题是这家人根本不听劝，哪怕警察一再要求他们离开，他们也跟没听见一样。尤其是葛小丽的公婆，警察伸手去拉他们，干脆就往地上一躺，哀嚎警察打人了。面对这种情况，警察也是束手无策，毕竟都是上了年纪的人，万一碰出个好歹来更麻烦。让让，请让让！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，曹天龙匆匆赶到。曹老板，不是说好继续租我家的门面吗？怎么又租他家的了？我给你打电话怎么也不接？见到曹天龙，葛小丽急忙凑上去问道：你家的门面我租不起，找个我能租起的应该没问题吧？不好意思啊，哥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曹天龙冷嘲热讽了一句，主动向我道歉。没事，正好警察也在，咱们今天把这事了了就行，省得以后有人折腾。我摇摇头，话里有话的说道：曹老板，你租他家门面多少钱一年？葛小丽厚着脸皮又凑过来问道。80万。我替曹天龙回答了。曹老板，我家的80万你不租，你花80万租他家的？葛小丽惊叫一声，很不可思议的样子。你家多大？他家多大？花同样的钱，我为什么不租个更大一点的？曹天龙冷笑一声反问道。那你都租了5年了，也不能说走就走啊。葛小丽一滞，支支吾吾的说道。不然呢？还要我从身上割块肉给你？曹天龙继续讥讽。我算看出来了，曹天龙平时看着笑眯眯，一副与人为善的样子，嘴巴也是挺毒的，只不过之前一直没表现出来。如今不租葛小丽家的门面了，也不用再有所顾虑，直接就贴脸开大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咱们的房租还可以再商量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再把房租降一降，你还是继续租我家的门面。葛小丽也意识到了曹天龙对她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，即使满脸的怨气无法隐藏，也不得不好声好气的说话。曹天龙突然改租我家的门面，就等于他之前的计划全部泡汤了。不光那些送货上门、安排妹夫工作、装修新房这些无理要求，就连房租也收不到了。然后呢？等着你1年涨一次房租，等着答应你那些做梦都想不出来的条件。曹天龙撇撇嘴，不为所动。70万行吗？70万。葛小丽主动降价。曹天龙偏过头去没理他。60万，60万可以吧？葛小丽再次降价，一下子就减了20万。我1年也挣不到这些钱，要不说人家命好呢，有一套房子就什么也不用愁了。你们说这超市老板1年能赚多少钱啊？房租都要这么多，那谁知道呢？肯定不少赚。一口气降了20万，我们倒还没什么，那些看热闹的人不淡定了。对于我们这么个小县城，20万算得上是巨款了。别说60万，6万我也不租你家。曹天龙没有理会那些议论，毫不客气地说道。为什么？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？葛小丽顿时就有些破防了，指着我失声问道。因为人家干的是人事，你只有一个填不饱的胃口。曹天龙冷笑一声，大步走到门口，面朝着那些看热闹的人。我曹天龙是隔壁这家超市的老板，这些年多亏大家捧场照顾我的生意，我在这里谢谢诸位。超市开了5年，我心里堵了5年。说这话大家可能不理解，开了这些年超市，每天日进斗金的还在这叫委屈，笑话我
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可事实的确如此，有些街坊邻居应该知道我的情况。当年我开超市租了葛小丽家的门面，租金1年40万，我规规矩矩一次性付清了5年的租金。按理说我不欠葛小丽什么吧？可她是怎么做的？隔三差五来超市里玩零元购，针头线脑粮油米醋什么都拿，从不给钱。遇到不认识的她的收银员跟她收钱，轻则骂重则闹，搅得超市根本没法做生意。没办法，我只能在几个收银台都贴上葛小丽的照片，提醒那些收银员不要收她的钱。房租我1分没少交，她每年还得从超市里白拿大几万的东西。我只是个租客，租她家的门面做生意，又不沾亲带故，按理说我做到这份上够可以了吧？可她还不知足，自己拿还不够，带着亲戚朋友也来拿，把我开的超市当成了她家的仓库。你们说说，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？这些我都忍了，没办法，谁让人家是房东呢？被他拿走的那些东西，我就当损耗增加了。还有1个月房子就到期了，我想趁着淡季把超市重新翻修一下，结果葛小丽找上门来拦着不让装修，就跟今天一样，还给我提续租的条件。大家伙猜猜他提的什么条件？我打赌你们做梦都想不到。谁要能猜出来，我送他一张超市购物终身免费卡。曹天龙冲着观众讲述这5年来葛小丽是怎么对待他这个租客的。让你搬出去，不让你装修，装修另收费，要涨租金。在曹天龙开出终身免费购物的诱惑下，观众的情绪被调动起来，纷纷开始猜测起来。这位大姐，你猜对了一点，葛小丽确实要给我涨租金。你再猜猜她给我涨到多少？猜对了，我送你一张8折优惠卡。曹天龙指着那个喊要涨租金的大姐，满脸激动地说道，那表情就像是拍卖会上的拍卖师一样，看得我差点没忍住笑出来。真不愧是精明的商人，时刻都想着给自己的超市造声势。这个大姐要是真能拿到优惠卡，那以后买东西也不会去别的地方了。80万，大姐毫不犹豫地高声说道，一脸得意。刚才葛小丽说过房租的价格，她以为自己赢定了。错，是100万。曹天龙摇摇头，竖起一根手指。呜，大姐还没来得及失望，就被人群中的惊呼声淹没了。100万1年的房租，在我们这小县城真的是天价了。她跟我要100万，我好不容易才把价钱砍到80万。哎，曹天龙一脸无奈地摇摇头说道，没关系大姐，虽然你没猜对，但这优惠卡我给你，等下给我留个信息，等新店开业的时候给你办理。随后曹天龙恰到好处安慰了大姐一句，不对啊，曹老板，既然租金已经谈妥了，你为什么又不租了？有人不解地问道。就算我咬牙认了这80万的租金，明年呢？葛小丽要求合同1年1签，明年会不会涨到100万？后年会不会涨到200万？我花大价钱把店面装修好，到时候我怎么办？是认倒霉由他定房租，还是赔钱搬走？而且租金只是葛小丽的条件之一，我要想继续租他家的门面，还得答应他的其他条件。这个就是葛小丽给我列出的条件清单。曹天龙就等着有人提问呢，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张纸，正是葛小丽给他的清单。135米面菜肉，246水果零食，礼拜天烟酒饮料，连牌子和数量都写得清清楚楚。这些东西得送货上门，还不止给他一家，他的亲戚朋友这些人都有。大伙评评理，这是不是拿我当冤大头仔呢？曹天龙抖动着手里的纸，气愤又委屈地说道，这也太过分了，真拿别人的买卖当自家的生意了，这哪是占便宜，这不就是劫道吗？天哪，早听说葛小丽喜欢贪小便宜，没想到贪得这么狠。观众也义愤填膺地议论起来。葛小丽的脸青一阵红一阵，终于感到不好意思了。这还不算完，葛小丽还让我给她妹夫安排工作，让她妹妹来超市管财务，让她妹夫来超市当店长，而且工资还不能给低了。我没有瞧不起人的意思，可诸位有知道葛小丽妹夫情况的，你们觉得他们适合干这种工作吗？曹天龙继续控诉葛小丽的罪状。我知道那2口子，男的是个结巴，女的连字都认不全，这样的人也敢让做管理工作。葛小春是我小学同学，上学那会我们老师就说他脑子不太好，原来是葛小丽的妹妹。这是真拿别人的生意当自己的买卖干了，把自家的废物推上去领工资，赔了也不亏自己的，算盘打得真响。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那2口子我经常见，跟正常人就不一样。果不其然，观众再次掀起一阵指责的浪潮。还有呢，葛小丽在县城买了套新楼房，让我给她装修了，要精装，家电家具这些都不能少，全要大品牌的。如果我不答应这些条件，她的门面就不让我继续租了。你们说说，有这么欺负人的吗？没错，我曹天龙来咱们县里开间超市做点小生意，可也不能仗着自己是本地人就这么欺负我这个外来户吧。葛小丽就差拿把刀架在我脖子上，让我把超市转到她名下了。我要再不走，还能有活路吗？曹天龙说着都快要哭出来了。还是很懂得带动观众情绪的。
好家伙，我自认不是什么好人，可我做梦都想不出这种坏事来。这性格的还要不要脸了？太欺负人了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怎么会有这种人，占便宜没够啊？真是的，跟葛小丽一个县，我都觉得丢人。这要传出去，别人还不得说咱们县里都是这种人。警察同志，你们还站着干嘛？还不把这家子抓起来？他们简直丧尽天良，看给人家曹老板欺负的，臭不要脸的！咱们县的名声都让你败坏了。葛小丽，你还有脸在这站着？奶奶个腿的！要不是有警察，我都想打人了。葛小丽，滚出去！葛小丽，滚出去！打他！随着议论声越来越大，人群也逐渐开始骚动起来。不知是谁袋子里的烂菜叶，谁的臭拖鞋，一股脑飞了过来。要不说团结力量大呢，就一眨眼的功夫，空中就跟闹虫灾似的，密密麻麻的，也看不清是什么东西就飞了过来，吓得我赶紧躲到了一旁。别扔了，都住手！连带着几位警察也跟着遭了殃，大声喝止着。不过这一下倒是有了正当理由，把葛小丽一家带走了，名曰保护。新超市开业了，锣鼓队、舞狮队，还有曹天龙专门请来的表演团队，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的，看热闹的人都把门前的马路堵死了。毗邻之隔，葛小丽家门前冷冷清清，大家都觉得晦气，哪怕再挤也没人过去。新超市扩大了营业面积，生意好得不得了。曹天龙计划打造一个连锁商超品牌，位于我家的这间店就是旗舰店。他一口气跟我签了20年的租房合同，但租金不是80万，而是每年上涨10%。我也乐开了花，再也不用发愁门面租不出去的事了。曹天龙自从租了我家的门面开超市以后，商品种类也增加了。以前在葛小丽家，碍于面积限制，只能销售一些比较小的商品，体积最大的无非就是袋装的米面了。可新超市的面积足足大了1倍多，可供使用的空间也就多了。除了用1楼经营以往的生鲜食杂日用五金外，曹天龙专门把2楼规划改造了一番，隔出一半用来销售服装和家电，另外一半打造成了美食城。美食城虽然小，但五脏俱全，除了本地的美食外，还引进了不少外地的特色小吃，奶茶、烧烤料理，天南海北应有尽有。试想一下，来逛超市的顾客买什么的都有，逛累了想不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？要不要喝点什么解解渴？如果正赶上饭点，面对橱柜里琳琅满目的美食，肚子会不会饿？要不要点几份尝尝？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小吃的利润，做过餐饮行业的都知道，食品的售价与成本比至少都在3倍，小吃就更高了。新超市开业没多久，最先爆火起来的竟然是美食城，很多顾客不是来超市购物的，而是来解馋的。而且服装和家电的生意也很不错，曹天龙有自己的进货渠道，成本价不比其他那些专营店高，但售价却更低。同样品牌的裤子，在专营店卖188，在超市只卖99，遇到正好需要的顾客会不会买？同样品牌的微波炉，在专营店卖600，在超市卖480，质量一样，售后一样，顾客会买谁的？除了购物便捷外，曹天龙还弄出了许多吸引顾客的法子，比如会员积分兑换，比如打折日，比如老弱残优惠制度。除此之外，曹天龙还高调宣布，超市每月9号所有的营收，不论成本利润，全部捐助慈善。而且不仅是喊口号，曹天龙还当众承诺欢迎社会各界监督，如果发现自己贪污了1分钱，那么将奖励发现者100万。这一善举也得到了广泛好评。大家提起曹天龙，已经不再是个简单的生意人，而是有善心有爱心的企业家。而大家支持曹天龙的唯一手段，就是去超市购物。据他说，已经在邻县选好了开分店的地址，目前正在装修中，估计用不了多久，这间超市的火爆场景就会复刻过去。曹天龙做生意的能力，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。我毫不怀疑，要是再把超市的面积扩大1倍，他还会搞出更多的花样来吸引客人。顾客消费满意，老板赚钱开心，房东收租稳定。按理说这是个皆大欢喜的局面，可偏偏就有人不乐意。谁呢？除了贪心的葛小丽，还能有谁？贪心的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戒不掉贪心。葛小丽家的门面越来越荒凉，房租已经降到了10万1年，还是无人问津。经过这次的事，他家的名声彻底臭了，谁还敢租他家的房子？倒是有个想开饭店的老板打电话联系过，不过还没等来葛小丽开门看房，就被邻居给劝退了。眼看着曹天龙的生意日益火爆，我每年安稳坐收80万房租，葛小丽从一开始的羡慕嫉妒，逐渐转为了恨。在他眼中，曹天龙只有租了他家的门面生意才能做好，那每年80万的房租也应该是由他收的。可是现在，他非但收不到1分钱房租，曹天龙的生意反而更好了，他接受不了。一开始葛小丽还算收敛，每天逢人诅咒曹天龙的超市早点倒闭，或者我家的门面塌方，虽然恶毒，但也仅限于嘴上。可他诅咒来诅咒去，到最后都没人愿意听了。我家的门面还好好的，超市的生意也好好的，
葛小丽意识到光许愿是没用的，得付出点实际行动了。于是她开始去超市闹事了。一开始还是走之前的套路，零元购，拿东西不给钱。不过此一时彼一时，以前他是房东，曹天龙顾及面子让着他，现在他是什么？都不用曹天龙出面，超市的保安直接就把他摁住了，直接宣布他是小偷，要么交钱，要么送警局。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了一次人的葛小丽只能继续转换思路。每天早上超市一开门，他就进来，也不买东西，就四处晃悠。碰到购物的顾客，就告诉人家这家超市不干净，卖的都是假冒伪劣产品，还吃死过人。认识他的人自然不会跟他一般计较，最多就是远远的避开。可不认识他的顾客算是倒了霉，他往人身上一碰，躺在地上就说人家撞了他，让赔钱。这种行为和碰瓷无异。可他真的是为了碰瓷吗？当然不是，他就是为了捣乱，让超市没办法正常营业。毕竟他每次在超市里闹事，都会有不少人围观，顾客光顾着看热闹了，谁还消费？那阵子曹天龙确实被他祸害得不轻，报警解决不了实际问题，只能按纠纷处理。而且警察一来，看热闹的人更多了。以前可以在收银台贴他的照片，提醒收银员不收他的钱，这个无所谓，反正葛小丽的脸皮够厚。可现在要是贴上他的照片不让他进来，那可就是人身侮辱区别对待了。曹天龙要是敢这样做，葛小丽绝对会死缠着他不放。作为房东，我也很着急，专门找葛小丽谈过，让她不要胡闹了。可这疯女人根本就是油盐不进，扬言她只跟曹天龙谈。曹天龙被逼得没办法，只好去找他谈。去之前我们也交流过，只要葛小丽答应不再胡闹，曹天龙就给她20万。一开始我以为曹天龙是被葛小丽折腾怕了，无奈妥协花钱买平安。后来才知道什么叫做斩草除根。曹天龙是和葛小丽单独见面的，但他们谈话的内容很快就被公之于众了。原因很简单，曹天龙带着微型摄像机去的，马上退租，重新租我家的门面开超市。之前提过的条件一样都不能少，而且租金要加到100万。除此之外，超市要给我20%的干股，每年分红。如果你不答应，就等着超市倒闭吧。这几天我只是弄了点开胃菜而已，你要不服气就等着瞧。没准过几天哪个面包里就撒了老鼠药，奶瓶酱油里被灌进了百草枯。别以为我在吓唬你，一根针管就能解决的问题，我绝对会做的神不知鬼不觉。到时候你的超市死了人，我看你倾家荡产也赔不起。偷录的视频当中，葛小丽毫不掩饰，直接威胁曹天龙，而且开出了更高的条件。这段视频也被曹天龙当作证据提供给了警方。随后葛小丽就以敲诈勒索、威胁恐吓、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等几项罪名被警方逮捕。虽然他口中所说的计划还没有实施，但已经足够让他进大牢吃几年牢饭了。然而这还没有结束，随着葛小丽被抓，县里百姓的民愤也被激发了。大家气愤的原因不是葛小丽挖空心思想让曹天龙重新租他家的门面，而是葛小丽竟然拿别人的生命做要挟。除了联名呼吁政府严惩葛小丽这个毒妇外，他的家人也跟着遭了殃。以前他们只是名声臭，大家不愿意搭理他们，现在他们是恶名，是威胁到大家生命安全的恶人。对于这一家人的攻击也随之而来，光是刘四海1个月内就被人以各种理由打了7顿。至于谩骂指责、往家里丢垃圾的事更是数不胜数。葛小丽的结果还没出来，这家人就已经没办法在县城立足了。最后他们只能选择远走他乡逃避。人都要跑了，房产留下来也没用，只能挂牌出售。那套门面被我以80万的价格收入名下，1年的租金换了一套门面，很划算。曹天龙随后找上门来，想把租下这套门面，把2套打通，做成一个更大的超市。至于租金，自然不会亏待我。半年后，葛小丽被宣判的当天，扩大后的超市再次开业。没有人在意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，葛小丽已经被遗忘了。葛小丽贪多嚼不烂，贪心的人啊，往往要吃大亏。